权限管理是文件系统的安全基石，对任何文件系统来说都至关重要。它直接关系到数据的机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对于 JUICE-FS 这类分布式文件系统来说，权限管理的重要性尤为突出，因为 JUICE-FS 常被用于多用户、多设备、跨网络、跨区域的共享读写访问，这就意味着海量的数据面临着复杂的访问场景。因此，实施精细化的权限管理，妥善分配文件权限，是保障数据的完整、安全、可靠的关键。这个视频呢，我将为你介绍 JUICE-FS 开启访问控制列表 ACL 的方法，以及 ACL 的一些基础使用方法，让你可以实现更为精细化的文件权限管理。我已经将本期视频相关的资料整理到了配套网页当中，你现在就可以根据屏幕上的提示打开并收藏页面，以便于随时参考。UGO 是 Unix、Linux 系统中一种传统的权限模型，它以文件为单位进行权限管理。每个文件都可以为3类角色分别设置访问权限。U 代表的是 User， 也就是这个文件的所有者。G 代表的是 Group， 也就是这个文件所属的用户组。O 代表的是 Other， 也就是除了 User 和 Group 之外，所有其他的用户。每个角色都可以被授予3种基本的权限：读、写和执行。UGO 模型虽然经典且高效，但在复杂的多用户协作场景下，仍面临一些挑战。首先，单个文件无法实现跨组管理，由于一个文件只能归属于一个用户组，当一个文件夹需要被2个甚至多个用户组同时拥有写权限，但又不希望这些用户组的成员之间互相访问对方的文件时， UGO 模型很难实现精细的权限分配。虽然可以通过创建一个包含所有相关人员的新用户组来实现权限分配，但这会迅速导致用户组数量膨胀，使得权限管理变得更为复杂。其次， UGO 模型无法针对单个用户授予细粒度的权限，因为在一个用户组中，所有成员通常拥有相同的权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需要让一个外部人员获得只读但不可写的权限， UGO 模型就无法为这类特殊用户分配此权限，通常只能选择将该用户放入用户组，使其拥有与组内其他成员相同的权限，或者是通过设置其他用户，也就是 Other 这个权限来进行实现，但这又会导致权限范围的过度放大。此外， UGO 模型缺少明确的拒绝权限，它只能为文件或文件夹分配读、写、执行权限，但无法明确拒绝特定权限。这意味着，如果你希望某个属于高权限组的用户绝对不能访问某个敏感文件的时候， UGO 模型是无法满足这种权限控制的。最后， UGO 模型的权限继承机制也不够灵活。尽管 UGO 模式可以为文件或文件夹设置默认权限，但在复杂的嵌套目录结构中，权限的继承管理不够灵活和直观，容易导致权限混乱且难以追踪。ACL 是访问控制列表 Access Control List 的缩写，它是一种精细化的文件权限管理方式，在 Linux、Windows、macOS 等主流操作系统中都得到了完善的支持。简单来说， ACL 就像一份附着在文件上的详细访客名单，明确规定了谁可以进行什么操作。ACL 的核心由一系列的访问控制条目 ACE 组成，每条 ACE 都是独立的权限规则。当一个主体尝试访问受 ACL 保护的资源时，系统会逐一检查列表中的条目，一旦找到与该主体和请求操作相匹配的规则，系统便会根据该规则允许或拒绝访问，并停止后续的检查。JUICE-FS 社区版从 1.2 开始支持 ACL， 你可以在新建文件系统的时候启用 ACL 功能，也可以给已经存在的文件系统启用 ACL 支持。不过要特别注意一点， ACL 呢是单向的，一旦开启就关不掉了。另外呢，如果你决定要用 ACL， 我强烈建议呢，你把所有客户端都升级到 1.2 或更高的版本，这样才能保证权限识别不出问题。好，首先我来演示一下为已存在的文件系统启用 ACL。那么我们可以先查看一下这个文件系统是否已经启用了 ACL。我们可以使用 starts 这个子命令，在 settings 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ACL 呢是没有启用的状态。我们来挂载这个文件系统。好，这里我们先来验证一下没有启用 ACL 功能的文件系统，它的挂载点里面的文件是否可以使用 ACL 的这个工具对它进行授权。我们进入挂载点，好，随便来看一个目录的 ACL 权限状态，
可以看到呢，通过 get facl 是能够返回这个目录的权限信息的。那么我们来尝试使用 set facl 来为它赋权。可以看到呢，这个操作是不被允许的，也就说明呢，我们需要开启 ACL 以后才能为它赋权。好，那么我们现在回到前面这个终端，为已经存在的文件系统启用 ACL， 需要使用 config 命令。我直接把准备好的命令复制过来，那么可以看到这里呢，只需要使用这样的一个启用 ACL 的选项，那么执行命令。好，现在我们再来查看一下这个文件系统的状态。可以看到，这时候呢 ，ACL 已经变成了启用的状态。好，那我们再介绍一下新创建文件系统的时候如何开启 ACL。代码也非常简单，我们只需要在格式化命令中添加这样一个启用 ACL 的参数，执行。从它返回的信息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ACL 已经是启用的状态。如果不确定的话，我们还可以使用 juicefs stats 这个子命令，来查看一下文件系统的状态。在这里可以看到 ACL 是启用的状态。好，那这样的话呢，新创建的文件系统和已经存在文件系统开启 ACL 的方法，我们就都已经介绍完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 ACL 的一些基础的使用方法。在 Linux 上使用 ACL， 需要先安装 ACL 的软件包。好，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用 ACL 来管理我们的文件权限了。首先，我们还是把文件系统先挂载好。我们来到另一个终端窗口。好，我们进入挂载点，可以看到我们挂载点里面已经有了一些文件。为了便于下面的演示呢，我们来创建一个新的文本文件。我们随便在里面输入一些英文字母 ，OK。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查看一下这个新文件的权限，使用 get facl 指定这个文件名称。好，这样呢，我们就看到这个文件的权限就是这样的。设置权限使用 set facl， 使用 M 选项，后面跟着权限规则 user， 给这个叫 mail 的用户赋予一个只读的权限。好，指定文件名称。设置好以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文件的权限。可以看到这里呢，我们新增的权限已经显示在了这个 ACL 的权限列表当中。同样的，我们还可以给用户组设置特定的权限。我们来试一下，给 Docker 用户组设置一个权限。那么这时候呢，我们的权限规则就要使用 group 用户组，然后指定 Docker 这个组，给它一个什么权限呢？也是给它一个只读的权限，还是 ACL test 这个文件。设置好以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文件的权限，这样给用户组设置的权限也显示在了这个权限的列表当中。然后我们还可以设置 mask 权限，也就是为所有的用户和组，就是除了所有者和 other 以外的所有用户和组去设置默认的权限。比如我们可以这样 set facl mask 给他们设定只读权限，这样呢，它就给所有的用户和组设置了一个默认的 mask 权限。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如何删除一个权限的规则。同样的，我们使用 set facl， 使用 X 选项。比如我们要删除刚刚给 mail 用户设置的规则，那么就可以直接使用 user mail 指定我们这个文件。好，然后再看一下，这样呢，刚刚设置的这个对 mail 用户设置的规则就已经被删除掉了。同样的，如果要删除一个用户组的规则，那么直接可以使用这个 group 冒号，然后 docker ACL， 这样就把用户组的规则也给删掉了。如果要删除所有的规则，只保留文件默认的基本权限，那么可以使用 B 选项 set facl， 使用 B 选项跟着文件的名称。好，这样呢就一次性的把所有的扩展规则都给删除掉了。
另外呢，我们还可以为目录去设置 ACL 权限。这样的话呢，在这个目录当中新创建的文件都会默认去继承这个目录设置的 ACL 权限。我们来创建一个测试的文件夹，买 ACL， 然后我们来为它设置一个默认的规则 set FACL M 选项。好，然后呢，我们设置一个 default 默认，给它一个读写权限，为我们的 myACL 目录。好，这样呢就能看到这里面多了几条带有默认标识的权限规则。那么其中第2条就是针对 Mail 用户的默认规则。那么我们接下来尝试着在这个目录当中去创建一个新的文件，看看它是否继承了目录的默认 ACL 权限。可以看到新创建的文件呢，自动继承了这个目录的默认权限。那么同样的，我们也可以为用户组去设置这样的默认权限，用 M 选项分配一个只读权限。同样的，删除默认规则也使用 X 选项 set FACL X 选项，然后呢，默认规则我们删除，用户组的规则 Docker。好，可以看到 Docker 的默认的用户组规则已经被删掉了。同样的，我们使用 B 选项，那么就可以把目录的所有扩展选项一并都删除掉。这就是 ACL 的基本使用方法。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希望我们制作的教程能够在你使用 JuiceFS 的过程中提供一定的帮助。如果你有疑问或更多想要了解的内容，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我会继续根据大家的反馈，持续去更新更多的内容。我是 JuiceFS 的鸿儒，专注于 IT 教程制作。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点个关注。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